上辈子我把健康的机会留给了程莹，自己做了那个捐肾的人，可他却说我在出风头，想夺走首富的关注。最后他为了能被首富领养，把我从18楼推了下去。重生后，我回到了捐赠前，他眼泪汪汪，姐姐，我怕疼。我笑了，开始了，噗，这是你换滔天富贵的唯一机会啊！机会是留给有把握的人，妹妹，我看好你哦。医院的手术室外，程英惊恐地看着那扇冰冷的大门，扭头，带着满脸泪水握紧了我的手。我不想捐肾的，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反悔的机会。我只是想离开这里，他们说了，只要他们亲生女儿有一副健康的身体，就会领养我的。可是我好害怕呀！我也想要健康的身体，我只是不想在孤儿院待着了。我每天吃不饱穿不暖，到最后他嗓子都好哑了。念念，你能不能代替我捐肾？你放心，只要我成功被他们收养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去了他们家，第一件事就给你找能生活的好家庭。多么柔弱可怜的一张脸啊！谁能想到底下藏着的是恶魔般的心肠？上一世我就是听信了他的鬼话，觉得他实在可怜，圣母心泛滥，同意了替他给周家捐肾。结果他在首富来到孤儿院时，在周家和首富之间毫不犹豫去了首富家里，而我则被周家带走。他早就知道周家不是善类，我在经历了10年生不如死的折磨后，他就因为怕他做的事情败露，也生怕我从泥泞中解脱。最后他将我骗到了18楼，将我推了下去，彻底打入地狱。这一次我就是从地狱爬上来的恶鬼，我得把他拽下去。于是我直接将他推到了手术室里，朝着他微微一笑，这是你换滔天富贵的唯一机会啊！机会是留给有把握的人，妹妹，我看好你哦。他尖叫一声从里面跑了出来，有些气急败坏了。顾念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我推进去干嘛？不就是让你捐个肾吗？你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我要是因为捐肾以后得病了，身体虚弱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笑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是你自己跟院长提议你要去捐肾的吧？怎么你临阵脱逃，你还得负责？不捐肾就是小气啊？那你既然这么高风亮节，也别活着了，赶紧死，给我们节约一点空气。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你……恰好这时周家的人过来了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，身旁站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，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面色发白、瘦骨嶙峋的女孩。这3个人我再熟悉不过了。男人叫周介，看起来儒雅随和、斯文有礼，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。上一世我被他们领养之后，日夜经受周介的骚扰和性 Q。他老婆宋雅然更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他视我为玩具，对我动辄打骂，让我给他亲生女儿当狗，沦为他们家的奴隶。至于他们的女儿周思思，不仅仅和程英一样是只白眼狼，更是狠角色。上辈子在我捐肾之后，他身体好转起来，却妒忌我成绩比他好，恩将仇报，甚至活活拔掉了我的指甲，只为看我痛苦的哀嚎。恨意汹涌而来，但我还是微笑着给他们打招呼：叔叔阿姨好。周介笑起来一副和善模样，那个愿意给我女儿捐肾的孩子呢？手术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放心，手术一结束，我就会领养她的，把她也当成我的亲生女儿来照顾。不等程英再次求我，我先一步拽着她的手举了起来。叔叔，就是他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捐肾了，还说他天生就很善良，只是想做好事，只要你女儿的病好了，他就很开心了。说完，我看向旁边脸色难看到极致的程莹，莹莹，你说对不对呀？当初可是你提出要捐肾的，总不至于叔叔阿姨花了这么多心思准备好了手术，你又反口吧？宋雅然满脸都是和蔼的笑，上前去握紧程莹的手。你放心孩子，我们家不会亏待你的，你以后会跟思思一样，一个月有5万零花钱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笑死。5万，一个月能给5块就不错了。可惜程莹不知道，她眼里闪过贪婪的光，最后狠狠地点头。好吧，我捐就是了。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程莹一颗健康的肾已经换去了周思思体内，而周家也没有食言，在1个月后就来了孤儿院办理手续。可就在他们到来的2分钟后，一辆低调奢华的迈巴赫停在了孤儿院门口。一对衣着华贵、比周家更显金贵气质的男女从车上下来，和院长握手。院长满面红光，林先生、林太太，欢迎2位光临。2个人的到来让整个孤儿院都沸腾了。这不是林正远和江兰吗？这可是首富夫妇啊！他们不会要在我们孤儿院领养孩子吧？天呐天呐，他们要是带几个小孩走，以后再捐点款，孤儿院就不愁了。快，把孩子们都叫出来！很快，小孩都争先恐后上前去，围在他们身边，叫着爸爸妈妈，各种卖惨装可怜的手段层出不穷。尤其是程莹，她不管周家沉到地上的脸色，径直跑去首富夫妇旁，恨不得跪在地上磕头求收养。但我没动，我有自信，他们一定会收养我的。不出我所料，在所有小孩当中，程莹是最早熟的一个，不仅心思阴沉，而且手段极高。他现场掐出来的一身伤痕，外加那楚楚可怜的眼神，无处不在诉说着一句话：你们不收养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死的。
要不然就他吧。这孩子看起来可怜，咱们本来就是来做善事的嘛。那行，院长。就在这时，我冲过去打断了他们说话。爸爸妈妈，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说完，我掏出一块经过10余年都还看得出纹路的小金坠。这是不是你们亲手戴在我脖子上的？林正远和江兰愣了好久，最后江兰掀开我的衣袖，看着我胳膊上的新型胎记，眼泪奔涌而出。没错，你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女儿，你这么多年都在哪里呀？爸爸妈妈找你找得好苦啊。我紧紧抱着她，声音也哑了些。妈妈，我也好想你。我的确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10几年前的一场地震，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从废墟中偷偷把我抱了回去。后来我亲生父母又是登报又是上电视，那对夫妇害怕坐牢，干脆将我扔在了偏远的孤儿院。这件事我本来一辈子都不会知道，可当我被程英害死，灵魂飘在半空中，我才知道一切真相。他在首富家里多年，又知道我的身体特征，他怕首富注意到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他骗我捐肾的事情瞒不住不说，我还会夺走他的宠爱，所以他毫不犹豫杀了我，享受着我该有的人生。这一世我要重踩人间，让他必须得下地狱。爸妈喜极而泣，抱着我哭了好久。最后爸妈理所当然的要带我回去。程英那狠毒的目光一直伴随着我们远去。办理手续的时候，院长脸上的笑容是止不住。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啊，能帮周先生领养女儿不说，还找到了林先生的亲生女儿。周介赶紧朝着我爸伸出手。林总，太巧了，前几天在公司没见到您，今天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。我爸似乎习惯了这些恭维，态度冷淡地点了点头。周介的那只手盾在空中又有些尴尬地收了回去，转身牵着程莹的手准备离开。程莹不知怎么突然惊叫了一声，缩回自己的手，上面已经泛起了红痕。我没管，跟着爸妈回到了一幢豪华无比的大别墅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我的名字是院长起的，就没做更改，只是在前面冠了林姓。1分钟内，爸妈已经叫了整幢别墅的人过来。这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以后大家必须尽心照顾。除去那些保姆保镖之类，其实家庭成员只剩下一个亲生的哥哥林一鸣。他大我2岁，眉眼柔和，温柔一笑时带给我无限的温暖。妹妹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欢迎回到这个家，爸妈和哥哥都会好好补偿你的。爸妈给了我一间和哥哥一样大的房间，给我置办了好多衣裳首饰，还丢给我一张内含几个小目标的银行卡。你千万别亏待了自己，以后想买什么买什么。爸妈做梦也没想到还能找回你，我们要办宴会，要告诉所有朋友，我们找到亲生女儿了。就这样，我在家里安定了下来，感受到了上辈子所未有的温暖亲情。但程莹就不一样了，如果我没记错，按照我上一世的剧情走向，她应该正被周思思进行一系列的精神压榨。过几年，她就会彻底变成宋雅然和周思思的消遣，变成周介的发泄工具。那些针扎滴蜡的酷刑，我要亲眼看她统统尝个遍。开学时，爸妈给我安排进了 A 市一所出了名的贵族高中。进教室时看到程莹那张脸，我是一点儿也不意外。周介一家子虽然不是人，但很好面子，为了不让别人指指点点，就算是再不情愿，也会让养女和亲生女儿都去贵族学校。此刻，周思思和程莹身边围满了人。哦，你们是周老板的女儿啊？周氏市值目前在 A 市排名第10是吧？咱们这个班里就属你们的爸爸最有钱，以后要请你们帮忙的地方还很多，请你们多多指教。这是我爸之前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机器狗，送给你们吧。程英同学真是有福气啊，肯定是上辈子积了德，这辈子才会被周家收养。周思思早就已经习以为常，只是淡淡勾了勾嘴角，而程莹似乎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，高傲地扬起头。哎呀，其实也像没有你们说的那样啊，多亏了我爸妈心善，我也没想到我现在能成为周家千金呢。那矫揉造作的样子，看得我直犯恶心，更别说是本身就黑心黑肠的周思思。她直接冷嗤一声，你不过是我爸妈贪新鲜捡回来的一条狗罢了，也不知道在高兴个什么劲儿。程莹脸上瞬间涨红，手指绞着衣角，低头不敢迎接同学那些诧异和嘲讽的眼神。这种情景，任谁都知道程莹在家的家庭地位了。一时间，在媒人上赶着巴结她，都围去了周思思那边。我看足了戏，才抬脚踏入教室。就一瞬间，同学们纷纷扭头看着我。哇，这不是首富家刚找回来的千金吗？我之前去参加过林家宴会，我见过她，这就是她本人无疑了。我记得你叫林顾念是吧？我爸爸和你爸爸关系可好了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有空来我家玩吧，我家有大泳池。念念，你喜不喜欢大泳池？看你那没见识的样子，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千金，那可是亲生的，你以为是养女呀？她要什么没有啊？不怪同学们这么势利，在这个班级里的同学大多都是中等富商家庭的孩子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他们很清楚自己要巴结的人。但我对这些不在意，只笑着看向周思思和程莹。果然，风头被抢走后，他们此刻正用怨毒的目光死死盯着我。
我越过那些虚假热情的同学，走到一个坐在角落里的普通女孩身边，放下了书包。女孩抬头看我，很是惊讶，反应过来后又往旁边挪了挪位置。上一世我也是在这个班里。我记得这个名叫赵露的女孩，她父母虽然有点钱，但在这个班里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但上一世她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她在所有人都跟着周思思一起欺负我的时候，还护在我身前。她也在我死后处处想要为我鸣冤，最后自然也是在周思思和程莹的合力针对下落得家破人亡。这一世我有实力，我要保护自己，也要保护她。第一天放学的时候，程莹就找到了我，她眼含着泪，哽咽的声音更显得她可怜。念念，你现在是飞上枝头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瞥了她一眼，径直往前走。我不是飞上枝头，我本该就在枝头。她眼里的嫉恨一闪而过，强挤出一个笑容。是，你本来就是凤凰。念念，我求你看在我们孤儿院那10几年的情分上，帮帮我吧。我那养父母和姐姐根本就不是人，他们是变态，他们打我骂我，还让我学狗叫。再不救我，我会死的，真的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那你怎么不去报警？你来找我有什么用？他眼泪大颗大颗落下。他们每次打我之后，都会给我涂特制的药，伤口1天不到就好了。这期间他们都会看着我的。我就是能报警了，也没用了呀。他们还说了，要是我敢报警，就想办法让我变成精神病，到时候我说的所有话都没人信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看来周介一家子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心狠手辣呀。我满脸怜悯看向了程莹，你放心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一定不会不管你的。你回家吧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他欣喜若狂，又是点头又是握我的手。念念，你真好。回到家里，爸妈关切地问我今天在学校的学习情况。怎么样，念念，还跟得上吧？爸妈给你请的私教明天就上任了。同学们对你好不好？好融入进去吗？我点头，老师同学都很好，课程以前在孤儿院学过一些，跟得上。说完，我又长长叹了声气。我妈立即过来，抱着我，焦急道：怎么了，念念？有什么事情，你跟爸妈说。我揉着眼睛，爸妈，我以前在孤儿院有个朋友叫程莹，就是之前你们找到我的时候被周家领养走的那个女孩。她今天跟我说，周家的人虐待她，希望我能帮帮她。爸妈愣了好久，最后我爸皱起眉头，早就看周介不是个什么好人，竟然还能做出虐待儿童这种事。念念，你说你想我们怎么帮他？我说你们能不能在生意上给周介施压，等周介忍不住找你们了，你们就让他好好善待程莹就可以了。放心吧，周介就算是再嚣张，也不可能顶着破产压力再去虐待程莹。爸妈疼我，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周氏虽然在 A 市内能排上前10，但我爸妈首富的地位无法动摇，对付他那更是降维打击。很快，周氏公司出问题的事，班里都知道了。然而程莹的情况却并没有好上多少。念念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他们不仅没停止打我，而且比以前更狠了。到底还要多久啊？我一天都忍不下去了。那天，周思思带了几个女生，将程莹架进了女厕所。她抓着我的课桌凳子，哭喊道：顾念，你救救我呀！你救救我！我当然没救，任由他们把她拽进了女厕所。我缓缓走到门口，听见里头传来她的求饶声。姐姐，我是你的养妹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还给你捐了肾，就算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那……她的惨叫声打断了自己，紧接着周思思狠厉的声音响起：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他妈的还不是看中我家的钱才捐的？要不是说要收养你，你怎么可能给我捐肾呢？刚进家门就忍不住对爸妈抱怨诉苦，怎么是指望他们联系你，夺走我的宠爱？你这种孤儿院里的贱丫头，连我脚上的泥都不配舔，还心存妄想。你以为找了首富给你做靠山就能拿捏我们了？你想得美，我分分钟都可以弄死你！你们把他舌头给我拽出来！他在哭泣，在求饶，在撕心裂肺的呐喊。我一点儿也不觉得他可怜，毕竟上一世在我向他求救之后，他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对待我，甚至他还加入了周思思，对我拳打脚踢，对我侮辱霸凌。现在听着他的惨叫，我只觉得舒服，惬意地回到了座位。我看见他从厕所出来，舌头被拽出老长，血液从嘴里滋滋往外冒。这时赵露突然戳了戳我的胳膊，你说周思思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他呀？我看他除了有点虚荣，好像也没太坏呀。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这肯定是有道理的。露露，你要记住，心疼别人就是自己倒霉的开始。你要和这所有的纷争撇开关系。还有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或者有人约你出去，你一定要跟我讲。他满脸疑惑不解，还是点头应下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程莹拖着塞不回去的舌头，愤恨地瞪着我。顾念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故意让你爸妈给周氏施压，故意提我的名字，故意让他们变本加厉欺负我。顾念，你真是好狠的心啊！我要是真被他们虐死了，你就是凶手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再也不掩饰对他的厌恶。
你知道我多希望我真是那个凶手吗？你知道我有多想亲手把你碎尸万段吗？程颖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他吃惊地看着我，左一眼右一眼，他又哭了出来。顾念，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？我嘴角一勾，因为你天生就是个怀种。周思思说的对，你就是连在他脚底舔泥都不配。怪只怪你自己，产生了太多不必要的幻想，为了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卖了自己的肾脏不够，还卖了自己的身。说完，我嘲讽地看着他，怪只怪你们周家有2个女儿，如果他们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当然就不会这么对你了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你现在是只有1颗健康肾脏的人，高嘌呤高盐分的东西就别吃了，别到时候得了肾病死了，法医都查不出你的死因。他猩红色的眼瞳突然就平静了下来，眸中闪过一丝阴毒，他转身就跑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笑了，同样只有1颗健康肾脏的人，不只有他一个呀。这天回家后，我告诉爸妈，爸妈，你们不用再跟周家施压了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周家的人根本就没有虐待程颖，是他自己不满足，觉得养父母更喜欢亲生的女儿，四处造谣求关注来着。对不起，我也是被蒙蔽了。爸妈相视一眼，眼里闪过鄙夷，真没想到这孩子小年纪心思就这么沉重了。哎，念念，你最好是别和他走得太近了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爸妈，我已经决定和他断绝所有关系了。如果有一天他来求你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要相信，说不定又是他的阴谋计划。次日，同学们都去吃午饭了，我留在走廊处，迟迟没见周思思和程颖出来。从后门的缝隙处看进去，程颖正跪趴在地上，让周思思的双腿在自己背上舒展开来。姐姐，这是我给你煲了好久的螃蟹豆腐汤，还有这些海鲜，都是按照你的口味精心制作的。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做好你的丫鬟，给你当牛做马，求求你，最近就不要欺负我了吧。周思思冷哼一声，居高临下，看你最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条狗了，我就勉强答应你吧。不过我警告你，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许再跟任何人提起。程颖磕着头，我知道了。过后，程颖在学校的日子算是好受了很多，但是从他那走路都颤抖的姿势来看，在周家依旧没有摆脱周家的虐待。但我知道，程颖从来都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。很快，周思思的身体是肉眼可见的，一天比一天差了。估计他自己没察觉到什么，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他的脸色是一天比一天黑黄，局部水肿也越来越厉害。他嗜睡无力，甚至还出现了幻听的情况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在学校里当着众人的面晕了过去。倒地的那瞬间，我看到程颖眼里闪过激动兴奋的光。晚上，我就从哥哥那里听到了消息，周家那个周思思，听说今天去医院查出高尿酸血症，还有痛风性心肌炎。他之前不是还得过肾病吗？手术过后还没到半年，这颗肾又不能用了。我说你以后可得少吃点这种东西，哥哥可不希望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妹妹生病。我抱了抱他，是哥哥，我一定会爱惜自己身体的，就像周思思一样爱惜自己的身体。第二天，程颖没有来上课，问起同学，他们都说他昨晚上莫名其妙就失踪了。乌鸦变凤凰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还搞离家出走，真以为自己是真千金，离家出走能赢关注还是咋的？肯定是贱呗。周姐现在去医院了，没人打她了，她受不了了，跑了，去找个人打她。哈哈，你可真有想象力。不过我越来越觉得程颖欠收拾了，你看她看我们那眼神美，感觉就得一次给她收拾个够，不然等她翻身，不得咬死我们啊。这些人平时没少跟着周思思一起霸凌程颖，但这次他们还真的冤枉程颖了。她可不是因为贱才离家出走，更不是为了博关注，她就是不想死。说起来她也是真的蠢出奇，我说用高嘌呤食物会毁掉肾脏，医生都查不出来，她居然还真的信了。现代科技那么发达，真以为自己拿拙劣的手段天衣无缝。昨晚周介夫妇俩查出了周思思的病因，他害怕，就想办法从家里逃跑了。但他能跑到哪里去呢？除了河边的那个废弃小屋，他似乎也无路可去了。那是他的秘密根据点，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，就经常一个人跑去那边。以前有次，院长让我去那里找他，我看到他在里面振振有词，我要变成千金。凭什么他们出生就是千金？我也要当千金。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我的配角。只要我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，我要让所有人当我的垫脚石，我要一步步往上爬。那就像是撞鬼的一幕，成为了我童年的阴影。只可恨那时候我太单纯了，被他一句梦游敷衍过去，为着他装出来的可怜，活活把自己给玩死。我派人去那间小屋子找过，的确看到里面有人影。这种事情我当然要告诉周家。于是在一个雾蒙蒙的清晨，程颖被周介拎着衣领打到四肢都扭曲变形。我亲眼看见他们像拖猪一样将程颖扔上了后备箱，开往了他家的私人医院。用脚趾头想想，我也知道在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程颖啊，一定会失去他最后的一颗肾。周介他们虽然没有人性，但对周思思那是实打实的疼爱。
如今爱女被自己找回来的疯狗咬伤了，他们一定会杀了疯狗给女儿报仇。当然，这之前首先要治好周思思的病。程英那颗健康的肾脏就是求之不得的解药。为了不闹出人命，周家还好心的将周思思那颗坏掉的肾脏还给了程英。他已经被周家退学了，以后居家的日子只会比以前更加凄惨。我相信他会受够了苦楚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苟延残喘。周思思病愈来上学时已经是高2下学期，她面色惨白，说话时都带着随时会晕过去的虚弱。我满脸愤慨走到她面前：你们家到底把程英藏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我这么久都没见过她？你们不要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们，只要她还能说话，还能写字，她一辈子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们都在等待一个机会，你永远都别想把我们这些孤儿院的孩子踩在脚下。这么久以来，我都没和周思思说过什么话。突然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说，给她脸色吓得又白了白。半晌，她干笑着说道：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程英在自愿和我换肾之后，一直都在家里好好休养，前几天老毛病发作，又跑出去不见了。你凭什么说我们对她做了什么？我露出冷漠的表情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信的。你最好别让我知道程英在哪里，只要她还活着，我就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天放学，周思思走得很早。次日 A 市的闹市里就出现了一个说不出话，2只眼珠子已经被挖去的女孩。她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浑身上下都是伤痕。她还生了说不出的莫名烂疮，整张脸都在流脓。人人都对她敬而远之，有人报了警，但她已经失去了表达信息的能力。加上周家的人本身就是开医院的，做点手脚也不成问题。没有人能认得出她，也没人知道她为什么会在这里。除了我，我知道她就是程颖。为了自己的暴行不被发现，周思思一家人在我的意料之内，直接剥夺了她成为一个正常人的能力。她日日在闹市上爬行要饭，路过的人却舍不得施舍给她1-2个怜悯的眼神。直到她因为有人跟她说知道哪里能有1天的口粮后，爬上18楼，又从上面摔了下来。当时站在楼下不远处的我，看着她的尸体在地上弹了弹，又流出白的黄的浆体，长长舒了口气。多亏了她上一世找的好地方，这里太偏僻了，几乎10年已经没有人来过了。她死在这里，没有人会追究，甚至都不会有人发现。解决完了程颖，就还剩下一个周家。解决周家对现在的我来说，那就是易如反掌。爸妈本身就对周家人没什么好感，让他们捏死周家，那也就是动动手指那么简单。爸妈，周思思平时在学校欺负同学，还拉帮结派，因为她，好多同学都开始孤立我了。要不然你们还是给我转学吧。爸妈一听这事，差点就拍了桌子。还有这事，念念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我哥更是撸起了袖子，你说谁都孤立你，哥哥帮你去揍他们。我垂下眼眸，把上辈子曾经帮着周思思霸凌我的人都一一说了出来。其他人只是帮忙，最主要的是周思思。我爸叉着腰在房间里走了好几个来回。我看着周家人是越来越嚣张了。念念，你凭什么转学？做错的是周思思，爸妈一定给你主持公道。我要让周家人全都给我滚出 A 市，还有其他家也等着被我报复吧。商战是如何发生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第2天，我爸就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发顶。念念，你安心去上学吧，他们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一夜之间，其他家的产业都受到了不小的打击，而周介倾家荡产，欠下了巨额债务。所有公司拒绝和他的合作，从不同的地方找他们的纰漏。说过了，周介不是个好人，更不可能是个好商人。他公司那一堆破事儿能写满2个草稿本，但我爸妈暂时不知道。我报了警，按照上一世在周家苟延残喘的记忆，我说出了周介这些年开办的地下赌场鸡窝的位置。警察一去一个准，这些都是我以前在周家从他们的言行举止看出来的。但这一世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周介不仅涉嫌黄赌，可能是我家给逼急了，这一世竟然还涉嫌 FD。因为数量已经达到了死刑的标准，周介直接被判了个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我在新闻上看到宋雅然带着病恹恹的周思思2个人拎着包，满脸泪痕从别墅里走了出去。过后，他们不仅失去了财富、主心骨，还会失去尊严。A 市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。现在的他们又负债累累，连坐火车的钱都没有。都是林家，都是林姑娘害的。周思思恍然大悟，可是来不及了。她拿我没办法，只能在痛苦中挣扎。不出我所料，心思狠毒的周家母女打算破罐子破摔，以自己的蝼蚁之力报复我。但我每天都是保镖司机亲自接送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。直到一个周末，赵露竟然给我打了电话。念念，周思思竟然约我出去，你不是让我给你打电话吗？你要不要和我一起？我知道周思思这个怀种要向赵露报复，大概在她心里，这也算是变相报复我吧。当即我让她答应，约好了地点。但是出现在那里的不是赵露，周思思母女俩等待多时，只等到了几个蒙着脸的彪形大汉。他们踩着他们的脸，
将他们揍成了猪头。母女俩在小巷子里哭泣，抱着头呐喊，看得我是一阵阵心疼。于是我安排的好心人找到了他们。我看你们俩资质还是挺不错的嘛，那些正规单位不要你们，自然有要你们的地方。我记得你老公以前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你估计还认识好多老熟人呢，你要是去，他们给你的价格肯定高。还有你这小姑娘，水灵水灵的，还有一种病态美，这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呀。以前当的是鸡王，现在当小鸡，都是鸡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再说了，你们得有钱啊，有钱了才能供你闺女读大学，你们以后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啊。在尊严和饱腹感之间，他们自然选择了后者。于是有人把他们带到了拥挤偏僻、四处都是站街女的小巷子里。很快，有人把他们绑住了。那些长满倒刺的皮鞭、扎纸刑具，还有各式各样的狗链，都一一用在了他们身上。他们曾经施加在我身上的罪孽，如今都要细细偿还。这期间，他们不知道晕死过去多少次，但都被冷水泼醒。为了让他们清晰地感受到痛苦，他们还会往他们的眼睛里滴辣椒水。求求你们，饶了我们吧！我们听话还不行吗？男人淫笑着，那学几声狗叫听听，舔舔也脚下的泥。他们哭着照做，得到的只会是更屈辱的对待。你们看，他们真的好适合做狗哦。1个月后，我去看他们，他们面无表情地趴在地上，汪汪汪。男人们哄堂大笑，而他们主动脱去自己的衣服。我知道他们想离开这里，但我绝不会让他们有机会逃脱。那里是我为他们制作的人间地狱。如今我已经如愿站在人间，我要将地狱里的恶魔狠狠踩在脚下。